今天我们很高兴，我们邀请到了同心党的陈达祖，我们也念错名字吧？没有念错，是我们非常好。为什么我们的反贪都一直只是沦为口号？结构性的问题其实还是要返回去，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它毕竟也是一个执政联盟，它有很多东西是需要去兼顾到的。上个周四吧，就是 BFM 也是访问了当时候的这个民主行动党的秘书长陆兆福先生 YB Anthony 就说到，我们竞选宣言呢，很多东西我们是不能完全 deliver， 我们完全不能承诺，我们实现不了，因为很多时候是需要去兼顾其他盟友的需求。我们马来西亚不能再有一个公务员的这个职位，尤其是这种非常权力过大的公务员，权力过大的公务员，我们不能再让只是由首相一个人，他不能单向首相负责而已啦，他应该要向国会负责。所以这也是现有的蛮多的这个国会议员，比方说黄吉全或者是像李建聪，他们都非常的努力在说，我们一定要去 decentralization， 然后我们是需要去削弱首相的这个权利。那到底黄吉全跟李建聪会加入同心党吗？这个你得问他们自己本人，你得问他们自己本人。哎呀，没有把话掏出来。你好，欢迎收看BFM财经所制作的，由BFM财经所制作的。这个时候你在收看以及收听的是由 BFM 财经所制作的自由时事。你好，我是能杰，不要忘记要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我们所有最新的影片。最近呢，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团结政府啊，频频释出很亮眼的经济数据，特别是在这个柔佛州选的时候呢，他们除了打一些有的没有的这些选战言论之外，当然经济表现呢也是要亮给大家看的。所以我们看到说，很像这个经济表现很像还蛮不错的，是吗？但是为什么民间的感受却很像有蛮大的落差呢？那为什么国家有很好的经济数据的表现，但是我们的荷包里面似乎很像也没有多那么一点钱啊？这个是为什么？那与此同时呢，刚刚落幕的这个柔佛州选呢，就让我们看到了西蒙比起上一届失去了不少议席啊。那同心党这个时候呢就被认为是被指责了啊，说是这个分散选票的这个罪魁祸首啊，是导致西蒙败选的原因。那么当然这样子的言论呢，是从某些特定的政治人物开始这样子的言论，然后我相信很多的部分的选民可能也会受到影响。但是事实上是不是真的是因为同心党出来分散选票，所以西蒙的这个支持率才会下降呢？今天我们很高兴，我们邀请到了同心党的陈达祖，我们也念错名字吧？没有念错，是我们非常好。我们欢迎达祖来到节目当中，谢谢。达祖，你自己也是一个经济学者，对，然后你也是同心党的中文发言人，对，第一次出现在媒体吗？不算吧，之前都有就是在不同的这个场合都有出现过，就是从 campaign 开始都有在出现过。OK， 但是媒体的访问应该是这算是第一个吧？第一个是不是？因为我们知道同心党有另外2位的中文发言人啊，一位是我们的前同事嘛，对不对？现在有第3位，就是您。对，而且你的这个背景非常的特殊啊，你是经济学的专业。对，好的。而且我知道呢，你之前在新加坡其实有蛮好的发展哦，刚刚辞职，然后决定要回来马来西亚参与到政治当中啊，所以我就很好奇了，难道赚新币不香吗？为什么要回来马来西亚，要回来淌这一趟浑水呢？来跟我们可能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吧，然后再聊聊为什么你想要回来。好，各位观众好，我的名字叫陈达祖，英文名是 Sunday Joe， 我本身就是一个吉隆坡人，我在吉隆坡长大，读完 SDPN 过后就拿到了奖学金，当时我是其中一个就是很典型的一个华人例子，就是拿到了 4 flat， 就是 4.0 CGPA 4.0， 当时却拿不到任何这个大学席位，也拿不到这个本地的任何这个奖学金。那与此同时呢，这个外国的这个大学，这个澳洲国立大学却敲门跟我说，Sunday Joe， we are offering you a new scholarship。Full scholarship 是一个全额完全无条件的一个奖学金。那我大概2012、2013的时候就离开了国家，离开了马来西亚，就到这个堪培拉澳大利亚堪培拉去深造，然后在那里读了我的undergraduate， 还有读了我的 masters， 也是在这个经济学里面。然后读完书以后呢，我就都是在国外工作，我之前是在这个。一开始是在在这个澳大利亚，在堪培拉当讲师就是 lecturer，
然后过后也被外派到巴布亚新几内亚 Papua New Guinea， 也是当了一个 collaborator 的一个 lecturer， 也是当了一个讲师。然后大概5年前吧，2019的时候，当时候也得到了 ADB 亚洲开发银行，当时我也是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当时候被外派到当地的这个财政部，担任了这个经济顾问的一个角色。当时候就是因为当时候那个国家巴布亚新几内亚在面临一个财政的问题，然后他们和这个 IMF 贷款。那当时我的这个角色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在提供一些政策建议啊，还有政策的这个改革啊，给当地的政府。然后那个时候一直工作到2023。然后就因为当时候父母也开始老了，然后也开始想家了，就想要就搬回来离家靠近一点的地方。OK， 当时候就不二的选择就是新加坡。没错。然后在新加坡的时候也是担任一个类似的一个工作。就我的角色呢，基本上我是在这个亚洲10+3东盟10+3东盟与10+3研究经济办公室，英文名字叫 ASEAN Plus 3 Macroeconomic Research Office。它主要做的东西呢，就是提供这个政策建议，也是提供我们的成员国是整个东盟，就是 ASEAN 和中日韩、中国、日本、韩国。然后它主要做的东西就是它有一个 facility， 它的一个互换机制，我们有一个2400亿美金的一个互换机制。那它主要做的东西就是，如果任何一个成员国陷入一个金融危机的话，他们可以向我们贷款。那我在那里，我在这个公司呢，主要这个国际组织呢，主要是负责中国和马来西亚的这个宏观经济监测，尤其在这个财政政策的那一方面。所以这样子听起来呢，你其实是非常有国际经验的一个人，然后其实也在国外发展的还不错，特别在新加坡。然后其实我觉得你刚刚好就是身处在一个又可以关心到马来西亚，因为你说你在监测马来西亚跟中国的经济发展的状况嘛，所以与此同时我相信你就非常了解马来西亚这几年的一个经济的情况。那与此同时你又可以在新加坡这样子的一个优渥的环境，然后可以赚新币，然后在那边工作，未来的发展也还不错，为什么要回来马来西亚？为什么要加入同心党？我觉得钱当然就是你说的新币不香嘛，新币固然香，而且福利也很不错，因为它是国际组织嘛，国际组织一般上它的福利是比其他的这个私人企业来的还要高一些。但我觉得理想，就是钱固然重要，但是我觉得理想也更重要，因为我觉得我本身是经历过这个社会不公的待遇，我本身是一个受害者，是整个体制的这个受害者。当然我不会去就是怎么说呢，我不会一直去固执说我是一个受害者。我主要为什么我要加入，其实我主要就是想要把自己就贡献所学到的东西就贡献给社会，然后我也想要就是把自己在国际视野所看到的东西，因为我觉得马来西亚其实有很大很大的这个发展空间，就大家也知道我们有的是资源，我们也有的是人才，但是整个体制就不让我们去充分的释放我们的这个潜能，所以我觉得我们是有很大的这个发展机会，还有这个改革空间，但我们可能就是现有的这个政治框架不让我们可以充分的释放我们的这个潜能。而我觉得为什么我会加入同心党呢？就主要就是我觉得就是可以以不同的一个平台，以不限制于现有的这个政治框架里面，可以让我释放到我想要释放的东西。OK，那但是如果参加一些比较老牌的政党的话，他们的资源也比较多，难道不是更能够去做到一些你可能想做的事情，或者是去改变一些你想要改变的事情呢？比如说你曾经遇到的这种制度不公的问题，明明成绩还不错，但却只能够往外发展，在国外留学。那加入比如说像是民主行动党啊，或者公正党啊，这种所谓的开明派的政党，难道不会就是更快的去实现想要改变国家的这种愿望吗？对，你说的非常对，就是现有这个老牌政党，我们有民主行动党。如果是华人的话，你有几个选择，主要就是可能就是民主行动党，或再不如就是这个人民公正党，要不然就是马华工会。这基本上一般上都会是年轻人，如果你有这个想要从政的这个想法，一般上这几个都会是你的这个首选。但如果我们 take a step back， 我们想一下，其实从独立到现在，马来西亚走的就是一个非常以种族划分、以种族分化的一个政治框架。如果我们看现有的这个国政有主要的这个成员党就是巫统 UMNO， 然后你有马华工会，你有这个 MIC 国大党。
然后如果你看西蒙的话，西蒙类似。不完全一致，但是也是类似。你有公正党，就可能就是比较马来人主导的，然后你有这个民主行动党，当然它不是一个偏面，它不是一个完全是一个华人政党，但是主要的成员还是华人。然后你看阿玛纳就可能也是就比较回教的那一派。我们两个党两个的这个政府我们都体验过了，但是我们能看到一点的就是。我国的这个政治其实在走向一个非常两极化的一个趋势。如果我可以给你一个例子，就23年的时候，我们看到华人也不止23年大选，我们可以从18年、23年大选、22年大选，然后乃至到我们这个最新刚结束的这个柔佛州选，我们能看到就是一个趋势，就是说华人就是一律。就大部分就70%到80%的华人票都是倾向于一个政党，就是民主行动党。那与此同时呢，你又有马来人，我们的马来同胞呢，就一面倒的就可能会去支持另外一方面，然后你会看到就是越来越两极化，华人就是一直在走民主行动党的路线。那这个马来同胞们呢，就一直在走巫统或者是回教党的这个路线。那我们这中间为什么不能有人把他们给拉来中间？而我觉得同心党在这一点就可以释放我们想要，就是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这个政治包袱。比方说，如果今天你想要一个民主行动党的人，你要他走去马来甘邦里面去拉票，这会是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事情，因为他们抱有一个太大的政治包袱。当然我们没有要去否决或者否认他们无论是民主行动党也好，还是马华工会历年来对少数民族尤其华人的这个贡献，我们没有要否认，但是我觉得这个政治框架可能从独立到现在是一个就可能是 workable 的一个 solution， 但是如果我们往后30年来看的话，其实这个以种族这个分包或种族分化的这个种族框架来作为我们的政治框架，我觉得是走不通。因为呢，马来西亚面临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觉得暂时没有一个政党愿意去谈的，就是人口。如果我们继续以现有这个种族划分作为我们的政治框架呢，我们能看到现在华人人口是占了23%，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印度同胞加进来的话，是一个6%左右，然后如果我们加就是 Lion 其他的话更少数的民族的话，加起来就是大概一个30%。但是呢，如果我们往30年看，依据官方统计 DOSM 我们国家统计局的这个统计的话呢，在2060年，华人人口将会从现有的23%降到14%。然后我们如果把其他少数民族给加进来的话，就全体少数民族只会占人口的大概19%左右。你看现在如果我们现在看我们现在这个选区分化的话呢，在上一届的这个大选2022年这个大选，华人议席，就是如果我们怎么去定义华人议席呢？我们看哪一些议席是华人比较多，我们不要说它过半，我们只算就是华人比马来人多的话，总共是大概有40议席。40议席里面呢，40席都是由反对党赢现在的这个执政党就是民主行动党和人民公正党，只有1席是由 SUPP 就是人联党，就是沙捞越的这个人联党。那如果我们看现有的这个选区，41席是由华人较多的这个华人人口比较多的这个议席，30年后，我们会从41席降到26席。那2060年过后呢，我们就26个议席会是以华人或者少数民族还相对来说比马来人更多。那如果我们继续以现有这个方式去走下去的话呢，就是如果华人还是一样，只是投自己种族的这个党，我们只是投民主行动党或者是这个马华工会，那30年过后，当我们的这个议席就是非马来人的这个议席只剩下20%，只剩下26个议席过后呢，它就只占全国的
大概10%左右，是因为全国议席是222嘛，对吗？然后26，如果你除以222，其实你只剩下大概11%。那当你剩下11%的议席，如果华人还要继续以这个少数民族，你还要就比方说你还要自己只是投你自己种族的话，那我可以担保30年过后你声音会不见掉，因为无论是马华工会也好，还是民主行动党也好，30年过后，其他马来政党会看着你说，为什么我们要听你的？你只有11个，你只占222议席里面的26席，就是11%。为什么我们要聆听你的声音呢？那就代表我们会 lose， 就少数民族会渐渐失去我们 what we call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就政治代表。如果我们依然走这个路线，所以我这样理解的话，就是同性党你们要走的路线，就是你们要打破这种种族的藩篱，你们要去打造的是一个属于全民的政党，不再以种族区分。其实我觉得民主行动党他们其实也算到了未来马来西亚的人口的分布未来的政治局势的改变，就像你刚才所形容的那样，所以他们也一直不断的想要把自己变成是一个非族群或非种族的政党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就会来告诉你说，我们要顾及所有人的权益的时候，所以你华人可能就是在某些议题上面你是要退让我们也看到，因为民主行动党在某些议题上面可能静或者是可能他不敢这么用力的去为华人来争取，所以现在他的支持也松动了。所以你们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你要成为一个全民的政党，但是你要怎么样去解决说现在少数的族裔或者是华人因为我相信今天在看我们节目的大部分是华人的选民所以你要再怎么样子成为一个全民的政党的同时，你又要去保障华人在这个国家的权益呢？问得非常好。其实如果我们看现在的话，我们看现在的局势，那很多时候就当民主行动党就是说我们要争取华人的权益，但是我们争取不了，因为我们需要让步。那让步的原因是什么？让步的原因很多时候，第一我们可以归咎于政治包袱。那很多时候我们能看到一个趋向，我们能看到一个趋势，就是说每当这个民主行动党的议员也好还是他们的这个发言人也好，就每一次当他们提出一些明明不是一个种族问题，明明就是一个比方说是一个教育问题或者一个经济课题但是它会自然而然被炒为一个种族问题它就会吸引好像UMNO乌统的Dr. Ahmad Saleh 就这个马六甲的这个行政议员，他就会说你这个其实不是一个种族就算是一个这个教育问题也会把它炒为一个种族议题。那这个是一个政治报复 like it or no， 我觉得当然很不公平，就是历年来这个民主行动党一直都被丑化为一个这个 political boogeyman， 就是一个魔鬼所以这个政治包袱他们撇不开就60年来我觉得已经是根深蒂固，所以我觉得在马来选民当中是非常非常难的去帮他这个洗白那是第一个问题，就导致他们要退步要让步。第二个原因呢，为什么会导致他们一直就是前事不进，然后就是要退后呢或者要让步呢？主要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因为这个民主行动党主要赢，或者是也不止行动党，就乃至整个西蒙主要的这个票数或者是议席都是来自于华人选民。我们知道华人你只占人口的23%，当你得不到大多数民主的支持和加持的情况之下，你要推动任何改革基本上是走不通的因为你只要看这个议席，如果我们看民主行动党现在你大概是一个40议席然后你的这个人民公正党大概一个29席，然后阿曼纳好像是8席，那你加起来就有70多席那你怎么去组成政府？你唯一一个能够组成政府的唯一一个这个方式就是和其他人结盟当你结盟的时候，那你就被逼一定要去compromise， 你一定要去做这个退让还有这个牺牲，所以导致很多你想要做的改革议题一直上不来那华人选民就说对啊，就我们也明白到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要往前看，你觉得往前看下一届大选后一个大选我们还可不可以拥有那么多议席？答案是没有，因为我们的人口一直在下降。 OK， 我其实你要提到这里，我一直心中有一个疑问，可能今天有拿出来请教你一下，就是虽然说华人的人口只有
20%，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印度同胞，他们其实也是占大概有10%吗？没有，其实现在是6.9%。好，6.9%都好，那加起来还有沙巴跟沙劳越，对不对？再加可能部分的开明派的马来人，我不要讲说开明派有占50%好了，我觉得在这个国家40%不为过吧。但是感觉上很像大家都只是在把目光放在说我们的华人的人口只有20%，然后我们的人口正在萎缩当中，比例正在缩小等等，但是可能没有去看到说，其实整个如果以开明派的角度去看的话，我们这个国家其实还是这个整个开明的选民，它是有一定的规模，但是似乎没有人去团结起这个力量。因为以现在的这个种族框架根本团结不了。我刚才所提到的民主行动党政治包袱太重，你想要打破马来开明派，他也不一定投给你。就我们在上一届大选2022年的时候，很多人说绿潮，其实我们自己本身就是我们内部同心党不太认同这个说法，我们很多时候是认为就马来选民其实没有太多的情况之下而投了给 PAS， 他们就据我们自己的内部的这个调查，我们觉得我们看到的就是说马来选民他们对这个巫统，尤其是我们现任这个副首相 Dr. Zahid Hamidi 就不满意。但是与此同时，他们也对就是西蒙，尤其行动党或者是现任首相 Anwar Ibrahim，他们觉得他们捍卫不了他们的权益，而在没有太多的选择的情况之下，他们只好投Bersatu和 PAS。所以你说这个绿潮，然后如果我们华人以一个非常简化、非常一个简单的一个视线去觉得绿潮来了，然后马来人是一定会投绿潮，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错的。我们就是刚才有人非常认同你Isaac你刚才所说的，就其实马来西亚还有蛮多就是有一定的开明派选民，无论是马来人，无论是华人，无论是印度人也好，都有一定的这个一定的这个开明派选民，但是他们能不能够 whether they are comfortable enough to 把票投给就是现有的这个政府，或者现有的这个开明派主流开明派的这个政党呢？我觉得我们在上一届的这个州选还有上一届大选，我们已经能够看到了。他们不太愿意，所以简单讲，就是其实华人就觉得说，我自己没有什么选择，我只能够投给行动党；马来人觉得我没有什么选择，我只能够投给国盟；印度人可能也觉得没有什么选择，沙巴沙劳越也觉得说我只能够投给我自己本土的政党。所以同心党的出现，就是希望可以给所有的民族多一个选择。对，就完全把各个民族给拉来中间，就体现一个新的选择。无论是华人政党也好，无论是马来人政党都好，我们其实有很多课题是可以把大家给团结起来。而我觉得现有这个政党呢，现有的这个主流老牌政党呢，都没有把这些充分的去利用。所以导致我觉得我们这个同心党，这就是就是恰恰就是我们想要带出来的一个 message， 一个这个信息，就是说我们其实是可以代表大家的这个声音，我们不需要再走这种以种族划分的这个政治框架，非常难，非常非常难的一个任务，因为大家就投惯了嘛，就 emotionally attached。是。对，但是我觉得这路是非常遥远，也可能就大家还没意识到，因为我们现在所说的就是我们就是说的是就是20-30年下来的这个问题，就大家很多选民都是以非常短视，就可能说5年里面我只看5年，我不想看30年。那所以就说我们这个任务会是非常非常艰难，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得尝试一下。好的，好 Joe， 我想这个时候呢要回到你的专业哦。因为在这一次柔佛州选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说，其实西蒙一直不断的来宣传说，马来西亚经济成长数据是非常亮眼的，所以大家要继续投他们嘛。但是其实我们在民间所看到的大家的反应是跟政府所宣传的这个经济成长是背道而驰的。包括了，因为我们接触到了很多的中小型企业，其实很多老板都跟我说，今年行情非常的不好啊。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新店不断的在开，但你也看到很多的旧店不断的在倒闭哦。所以为什么会有这种经济成长的一种体感的落差呢？我觉得我们主要要分两个这个角度来看。马来西亚基础面是稳定的，那
当我们说基础面是稳定，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我们在短期里面是不会出现任何的这个危机，我们的增长是属于一个非常我们 in fact 我们在23、24还有25年的这个经济成长率呢都是高于预期。然后，如果我们看我们的这个通货膨胀率，我们的 inflation rate 也是属于一个非常平稳的一个现象。那基本上还有，当然还有其他这个数据，但是主要就是想说的，就基础面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也不会说带有一些就任何这个危机。相比可能就是就是从疫情前到疫情后，就20到22的时候，当时候因为政治不稳定，然后再加上外部的这个冲击，导致基础面是的确有点影响。但是credit to 我们现任这个首相，他的确是有把这个经济给稳了下来。但是怎么去理解为什么会有一种脱钩？就是说你这个经济数据非常亮眼，你的经济增长率都高于预期，你的通货膨胀率也是平稳，但是为什么人民却感受不到？那主要为什么感受不到？是因为有一个结构性的这个问题。结构性的这个问题呢，我们是要以中长期来看。那如果我们看到去年经济这个增长率是5.28%，5.2%，但是如果你看人民的这个工资的增长率是完全跟不上来。我们的人民工资增长率在2025年，如果没记错是大概一个4%到5%左右，但是如果你扣除了这个通货膨胀率呢，我们的不变价的工资增长率就是 real wage growth 才增长了3%。那你可以明显看得到，为什么你的这个经济增长率是5.2%，但是你的这个怎么说呢？你的这个工资才增长了这个3.2%。那这是其中的一个问题。还有第二个问题，就可能也是没有太多人说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劳动市场是严重的出现了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我们看到就是说，在今年，我给你今年的数据吧，今年的第一季数据，我们看到劳动市场，如果我们看 underemployment rate， 就是中文应该是叫做就业不充足率。那他有工作做，但是其实他的这个工作呢是没有办法给他带来，就是跟他的这个能力是不匹配的。对，就比方说你有一个大学文凭，但是你去开 Grab，对吧？这个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在一个35%，就35%。然后如果我们再去看这个高质量的一个工作创造率，就是 skilled base high skilled job creation rate 是26%。那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每100个人里面有大概35个人是从事这个就业，就是你所做的东西和你的能力是不匹配的工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每4个工作里面有大概一个工作是只有一个工作是属于高质量的，就是 skilled base， 然后其余的3个工作呢都是属于 medium to low skilled。那就代表着我们整个市场其实存在，我们这个整个劳动市场是严重出现了结构性的问题，但是这结构性的问题都没有人太去正视它，所以导致你很多时候你觉得经济数据非常亮眼，但是其实你的这个你的工资涨得非常慢，然后你这个生活成本压力越来越高，然后还有生活的支出也越来越多。还有另外一点可能还要补充一点，就是说为什么人们会觉得你的这个除了工资上不来之外，还有另外一点可能我们没有说的太多，就是支出也多了。如果我们看支出的话呢，比方说现在有越来越多小孩，我不懂你身边有没有 Isaac， 但是我身边越来越多朋友呢就开始把孩子送去不只是兴趣班，但是以前我们的那个年代我们都会就是传统上父母都会把我们送去公立学校，对吧？华小也好，国小也好。但现在我们看到一个趋势，就是说越来越多家长把孩子送去私立学校，不至于是 international school， 但是 private school，对吧？然后我们也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我们家里人越来越多长者，那除了长者多以外呢，很多长者是不存在。根据最迟的这个数据，30%到40%的这个人口呢的这个 EPF savings
只有about 30 to 40% 的这个人口是达标，就达到这个 basic savings target set by EPF， 那就代表他们储蓄也不够。所以你身为一个 working class， 比方说你是个打工族，你除了要兼顾你的孩子，对吧？你要把他送去更好的学校，然后你又要顾老，你又要顾小，你又要顾老，那你生活成本还有支出也越来越多，你责任也越来越多。那为什么会有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呢？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财政的这个政策。如果我们看历年来，我们从2010到2025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财政预算案呢，它有分2种支出，一个是运营支出，就是 operating expenditure， 还有另外一个支出叫做 development expenditure， 发展开销。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在发展开销当中呢，发展开销就是说你要起学校啊，还是你要起医院啊。我们可以看到，尤其在教育那一方面呢，从2010到2019年，它的平均支出是大概一个是以经济角度来说是一个 1.2% 左右，占总 GDP 的 1.2%。但是从23年开始到25年开始呢，我们能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下降的趋势。现在本来就不够了，还下降。对，本来都不够了，然后现在还下降。现在的这个教育在发展开销的这个预算里面呢，只占了 0.5% 到 0.6%， 占总 GDP。那就代表它的这个虽然每一年，如果你看 level 的话，如果你看这个 level 的话，对，它每一年都有在涨。但是如果你把它做一个分母的话，因为一般上经济学家是要看分母，就是要看这个 ratio， 是要看分数，而不只是看这个absolute number。所以如果我们看 ratio 的话，你可以看到是在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下降的趋势，而间接导致有很多父母、很多家长会觉得，现在的学校，公立学校的这个素质不太好，班上的学生人太多，根本 focus 不了，根本专注不了我的孩子的这个成长经验，那就导致很多时候家长有条件的话，都把孩子送到去给这个私立学校，很多应该由政府承担的支出责任，现在变成了家庭支出责任，所以会有很多家庭，会有很多就是家长会觉得现在生活成本真的透不过气，就算你的工资有在涨，而且在涨得不快的情况之下，你还得承担那么多的这个支出责任，这种支出责任是应该由政府承担。是，我觉得你提出来这个问题非常好，而且我相信这个问题它只是我们现在国家整个的经济问题的或者财政问题，然后整体的架构的冰山一角而已。而有这么多的问题却没有拿出来被讨论，这个也是我们现在马来西亚的一个政治现实，对不对？大家都在讨论什么？都在讨论到底统考有没有被承认，都在讨论国旗到底有没有或者是宗教的问题啊，各种各样的问题去掩盖了我们本来应该要去讨论的这些课题。我相信其实你们有很多的想法，那我就简单问你，就你刚才所提出的问题的话，如果是你们执政的话，是同心党有这个机会来执政的话，你们会来做出哪一些改变呢？如果你看我们 Bersama， 当然现在我们当你说到执政，我觉得很多观众可能还很远。对，我觉得很多这个观众可能还会笑我们说，你们在上一个州选，你们不只是赢不了任何一席，你们还把全部安贵金都给输掉。对，但是论述还是要拿出来，而且如果你上我们的网站，你上 Bersama.org 看的话，其实我们已经把12个竞选宣言都已经立出来了。我们还说了要怎么去解决现有的问题。那我可以给你其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例子，就是制度化的去怎么说呢？去制度化的去set up establish 一个社会保障系统。那这个社会保障，我觉得在很多人的这个我觉得很多人就马来西亚人对社会保障这个制度其实不太了解。那当我们说社会保障的时候呢，我们是指的，比方说你的援助金啊，你的退休金啊，你的各种劳动的这个labor protection， 劳动的这个比方说你的收受啊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在马来西亚没有被放大来看，一般上马来西亚都不会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如果你看其他国家，他们是有一套的法律去监管，还有去制度化的拨款给这个社会保障的体系。那为什么重要呢？就比方说你的孩子。
比方说你是一个新进的父母，对吧？你刚成为家长，那你家长大家都觉得生育率不够，对吧？但是你生孩子的时候，你会想到生孩子，你这个孩子的教育费非常高，生活成本压力会越来越大，那会让就是在座各位，尤其是想要当父母的，会觉得我可能还是不生，但是不生又对我们的这个国家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那当你生了以后，你要去顾虑到托儿所，你要顾虑到这个坐月费之类这样的东西，尤其托儿所，我觉得托儿所非常重要。然后你如果你是一个母亲的话，你是一位母亲，那你的压力还要更大，对吧？你要想到如果这个托儿所负担不起的话，那你就工作不了，对吧？这个与此同时，你又有养老，对吧？你又有父母，或者是你的这个老公的父母，又储蓄不够的话，还需要养的话，或者是可能生病啊。那如果没有一个制度化的体系，或者是没有一个制度化的一个 program 去照顾他们，那你怎么样去让在工作的这些家长或者是父母去安心的去工作，去安心的去把工做好，还有贡献给这个国家呢？所以Bersama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论述就是说，我们要 establish， 我们要制度化 institutionalize， 把它明文规定给放进法律里面。第一是不让有政治操控，第二就是要担保，就是在马来西亚在面临这个老龄化的这个问题的同时呢，也希望能够鼓励，还有能够帮忙负担，就是父母养孩子或者是需要照顾老人的这个支出的开销，对，这是其中一个one of the 12。是，其实我们如果看西蒙在过去执政的这段时间，如果你说他在经济政策上面全部东西都没有做好的话，也是不公平的。他们确实有做了一些其实还蛮受到开明派的选民欢迎的事情，但是我们也看到说，比如说是针对性补贴，或者是对于中小型企业的一些合规的规定，比如说 e-invoice 啊，或者是扩大 SST 啊，或者是这些要强制性的让外劳来加入 EPF 等等这些事情，其实本来是在很多的经济学者当中都觉得说这个是应该做的事情，他在做了之后反而让他丢了选票，有很多的经济选民可能看到这个在上路之后反而对政府就有一种反感的感觉，为什么会这样子？可能你可以从你的这个专业来探讨，就是到底现在西蒙政府他做错了什么？为什么好的事情反而变成坏事了呢？好，如果以一个经济角度来分析，如果套上我这个经济的帽子，经济学者的这个帽子来说的话呢，电子发票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改革，因为它能够有效的去监督谁有缴税，谁没有在缴税。而且马来西亚也不是其中一个，马来西亚根本in fact 马来西亚在这方面的这个改革，在这个改革推进里面是算是区域里面算是比较后面的了。如果你有到最近，如果你有到过这个中国电子发票就是 e-invoicing 是早在2015年就已经开始推行了，然后越南与此同时也是在推行 e-invoicing， 所以马来西亚不是一个，也不只是马来西亚在推行 e-invoicing，那是第一点。然后第二是刚才您提到的像中小型企业的，比如说扩大 SST 的税基这方面，对 SST 的这个税基当然还是要与 GST 一起谈啦，对吧？就如果你看马来西亚是唯一一个这个在区域里面，在东盟里面，除了文莱以后，马来西亚 is the only country that still don't have a GST regime。所以它要扩展它的税基，主要就是要增加收入。那这是以一个经济学者的这个角度来看，它的确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具有改革标志性的东西，它是一个往一个好的方面去推行。但为什么回到你的那个问题，为什么人民，尤其是开明的这个选民会觉得很反感？为什么觉得我投你反了，但是为什么你要压榨我，对吧？我做生意，我现在还要搞这个 e-invoicing， 搞到已经头很大了，然后现在你还要我做这个 SST 的东西，那我开始要戴这个政治的这个帽子。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我们要看主要的这个原因呢，是因为 trust deficit， 我们叫做信任赤字。它其实无论你换谁做都好，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一直在存在。
政府没有太高的这个信用度 credibility， 对吧？一般上什么事情我们都觉得 kita jaga kita， 我们没有想要就政府去帮忙，然后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就是政府这个信用力啊是不在的。我给你一个例子，在新加坡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好，就大家会觉得这个政府应该会解决，很快速会解决那隔天它真的是解决了。OK， 但马来西亚呢，一个漏洞在那里，你会觉得算了啦，应该不会解决的。然后你3个月后看，它真的还没有解决，还在那边。所以它是一个信用赤字，可能30年之后还在那边。对，它主要是一个信用赤字，就导致政府要去推行任何改革的时候，选民们会觉得你是在往我身上压，因为我是那个缴税的那个。但我当然就财政政策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资源分配嘛，它就要从这个比较有能力、高收入的去把这个资产，还是把这个资源给分配给一些比较贫穷或者是没能力的人。这个是最原本的这个初衷。政府在面临一个信用赤字 （trust deficit） 的情况之下，导致当这个有能力的人缴了税以后，却得不到他该享有的待遇。就比方说，我想要那个路好一点，我想要我的沟渠好一点，我想要我的这个公共设施好一点，我想要走去 MRT 的时候不需要开车去 MRT， 然后把车停下来然后还要等一个20分钟才有一个 MRT 来，这些东西都没有达到标，所以对缴税，尤其开明派的这个选民，他们会觉得我缴了那么多税，但是我什么都拿不出来，我什么都没享用到，然后你现在还要往我的身上开刀，那我为什么要把票投给你？那所以主要的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政府的这个信用赤字没有处理好，而信用这个问题嘛，对吧？需要一段时间。对，因为其实要如何让人民对执政者有信心呢？其实很简单嘛，就是要说到做到嘛，对不对？但是为什么我们的政治人物往往是说到做不到呢？因为没有关系啊，反正你就是非我不投，下一次我再拿一些宗教啊或者种族的课题来吓唬你啊，回教党要复辟啊，你就不得不投我，对不对？对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说有了一个新的选择啊，当然这个新的选择。在过去的这个州选当中啊，或许让大家觉得说很可惜啊，你们都完全失去了按规金啊。但是我相信这是一个过程嘛，对不对？好，在我们进入这个州选的课题之前呢，其实我想要来探讨一下打贪的问题，就是马来西亚贪污腐败的问题啊。你觉得说为什么我们马来西亚讲打贪讲反贪腐讲了这么久？但是我们还是看到，比如说像是阿赞巴基这样子的人物，依然可以屹立不摇。虽然他已经离开反贪会了，但是他又被委任了一个新的官职等等啊。那我相信，其实很多本来支持西蒙的选民都心中感到非常的愤怒。我觉得那个愤怒其实它是来自于说，为什么我们的反贪都一直只是沦为口号？你觉得那个结构性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对，结构性的问题其实还是要返回去，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因为它毕竟也是一个执政联盟，它有很多东西是需要去兼顾到的。它需要兼顾到其他盟友的感受，其他盟友，我记得就是上个星期上个周四吧，就是 BFM 也是访问了当时候的这个民主行动党的总秘书秘书长陆兆福先生然后 YB 陆兆福 YB Anthony 就说到我们的竞选这个宣言。很多东西我们是不能完全 deliver， 我们完全不能承诺，我们实现不了，因为很多时候是需要去兼顾其他盟友的需求。有一些这个竞选的这个宣言呢是说到XXX 还是 blah blah blah， 但是到了去盟友的手上，盟友觉得我不同意，所以你就推进不了。那当然，这整个阿赞巴基的事情，到底其他盟友有没有当中就是扮演了任何有没有扮演了什么那个角色呢？我是局外人，我也不知道，我没有这个内幕的消息。那其实这整个问题呢，我们真的是要以这个制度性来看，我们是要以一个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来看，就是我们马来西亚不能再有一个公务员的这个职位，尤其是这种非常非常powerful、非常有影响的这个公务员呢，权力过大的公务员，权力过大的公务员，我们不能再让只是由
首相一个人去，他不能单向首相负责而已啦，他应该要向国会负责。对，所以这也是就是现有的蛮多的这个国会议员，比方说黄吉全或者是像李建聪，他们都非常的努力在说，我们一定要去这个 decentralization， 然后我们是需要去削弱首相的这个权利。那到底黄基全跟李宪忠会加入同心党吗？这个你得问他们自己本人，你得问他们自己本人。哎呀，没有把话掏出来。好啦，开个玩笑啊。好，我相信在柔佛州选的时候，虽然你们失去了所有参选的这个安规金，但是这个对于你们来说，这次的州选应该也代表了一些很不一样的意义。在我看来，其实很像党主席 Rafizi 现在比较是这一次州选他本来就已经预料到是这个结果，但是他还是参与了。他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要练兵吗？练兵和宣传，我觉得很多东西是就选民是想要看到你真真实实存在，而不是只是在这个网上只是看到你，对，不是一直在喊口号而已的。对，而且同心党身为一个现在是5月17号，准2个月才成立了2个月。我们进入柔佛州选的时候呢，是少过2个月。那少过2个月，我们竞选15个议席，主要打的就是第一要练兵，第二就是要宣传。因为如果你人不在场，如果你只是说我们成立这个党，但是我们不竞选的话呢，那基本上人民不会把你当成一回事，人民不会觉得你是一个 formidable challenge。所以这整个为什么我们会打这个州选呢？其中这主要就是这2个原因。那别人会问为什么你打15席而不是打全席、打全部？那当然，我们就是刚才所说的，我们只是一个成立2个月的少过2个月的一个党，我们根本没有那个资源去打56个议席。那我们打15个议席，我们打太少的话，别人一样会觉得我们不会把我们当成一回事。所以我们打了15个议席，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议席，然后都是主要聚焦在大新山的这个地区，所以是在我们能力有限充足的情况之下能够做到的东西。OK， 你们不是为了要扯行动党的后腿？我们绝对不会，我们绝对不是。所以其实这可能就是针对这个潘坚伟对潘坚伟说同心党扯后腿。对你们是搅局者啊，你们是分散了这个华人的选票。对于这样子的指控，你们有什么回应？我们的回应其实很简单。我觉得我觉得 in fact 如果真的是要说的话，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分散马华的票多过像分散或这个民主行动党的票。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如果你看，首先回应潘坚伟的这个论述，他说我们分散了这个民主行动党的票。那如果要把这个论述成立起来的话呢，那就是说 Bersama 同心党的这个票数呢是一定要高于 majority。才能构成为说我们是这个分散搅局者。只有2个，就我们竞选15个议席，只有2个议席是像 Tony Paul 所说的，就是我们的确是分了一些票。我们在 Perling 还有在 Bukit Batu Bersama 的票是高于他们 majority， 就是说如果 Bersama 没有在的话，他们可能会胜出。但我觉得这是非常过于简化的一个论述。为什么这么说呢？很多人就是我们自己内部也看到，就是说我们不能非常以这个简化的这个 assumption 做一个 assumption， 就是说如果不投 Bersama 的话，就应该会投火箭党。其实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呢，其实如果没有 Bersama 的存在的话，其实他们根本都不会出来投。或者是如果他们投的话，他们会倾向于国阵。尤其在马来选民那一方面，我们也是能够看到有这个趋势说，就是如果他们不投，如果没有 Bersama 的话，基本上他们会投国阵。所以其实严格来说，与其说我们在分散民主行动党的票或者西门的票，不如说我们其实在分散国阵的这个票。我觉得那会更加恰当。第一点，第二点，它只有2个议席，我们竞选15个，只有2个是如这个潘坚伟所说的搅局者。但是你看另外13个议席，我们的票数根本是，就算把我们加进去，你们也赢不了。所以请不要怪罪于我们，其实我们没有要跟你分散任何票，我们想要
target 的票，我们想要 target 的选民是比你们来的想象的更多。是，那今天如果我开了一间餐厅，然后我经营了10年，我的生意一直很好，突然间我隔壁家又开了一个同性质的餐厅的时候，然后我的客人全部跑过去那边，其实我是不是应该思考的是，我为什么会流失这些客人给隔壁的这家新的餐厅？我有哪一些地方是要做得更好，才能够把我的客户吸引回来，而不是一直去怪罪我隔壁的那间餐厅把我的客人分走，然后每天像个怨妇一样怨天尤人，那是没有用的。对，而且在国际的趋势，其实我看到很多这种比较开明的政党哦，比如说我以台湾的民主行动党，虽然我觉得我知道很多马来西亚人对民主行动党有很多负面的印象，因为可能中国大外宣的关系啊等等等，但是不可否认有一件事情，民主行动党它是非常照顾这种第三势力以及小的政党，只要是跟他理念相近的。我觉得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子的度量，是因为你总是要让这些新兴的政党也成为一个你竞争的对象，这样子你的党才会进步嘛，对不对？那如果你一直在思考的是我要怎样子把第三势力给掐死的话，那就证明你可能就不是一个想要进步的政党，对，是这么说吗？也可以这么说，但其实还是要得看这个选举的制度。我对台湾这个选举制度还不太了解，但是马来西亚我们的选举制度就是 first past the post，它无论你有没有过半，或者是你只要你的票数能够就是高于其他对手的话，那你就胜出了。它这个与其他比方说比较成熟的一些民主国家，比方说好像澳大利亚、澳洲它走的是 preferential voting， 它是选1、2、3，就算你拿到最多的1票，也不代表你一定会赢，因为它会把第2还有第3的给算进去，然后去看谁是最 preferred 的 candidate。但是马来西亚呢，它就是 first past the post， 你只要打一个叉，你就算就是你的票，但是如果你没有给你打一个票的话，那就代表你这个票就失去了。所以就造成有这个局面，就是说，就是潘杰美所说的，就是搅局者。因为如果没有把这个票投给你，那个票就是我的。那当然，就像我刚才说的，他的这个论述呢是非常非常非常简化、非常 simplistic 的 assumption， 我们大家觉得完全不成立。OK， 好，那为什么施美兰你们决定不进去搅局了呢？主要是施美兰，我们为什么不进去呢？主要真的是考量于我们的 strategy， 我们就觉得这个柔佛大选，我们有一个柔佛州选，然后下2个月我们就会有一个马六甲的州选，而且这个施美兰的这个州选是 back to back with 这个柔佛州选，我们觉得我们需要一点时间去做调整，然后我们也需要静下来去思考一下我们要怎么去布局我们这个战略，然后以便能够准备我们马六甲州选和这个来非常非常接近的这个全国大选，这才是我们主要想要专攻的地方。其实你们自己内部在看过去的这个柔佛州选的时候，对于我相信你。我不知道有没有达到你们预期当中想要达到的目标。那如果没有的话，那其实你们自己内部有没有哪一些的检讨，觉得说有什么地方是可以做得更好的吗？对，我觉得我们内部的确有在讨论的，就比方说要怎么去把整个东西包装得更好。因为我觉得我们成立不到2个月就开始要筹备一个州选，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任务，而且大家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跟大家去协调我们要带出来的信息是什么。所以你会看到可能在同心党我们做 campaign 的时候，有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候选人就是他们给 ceramah 的时候，就可能那个信息会不太一样，就没有一个 cohesiveness， 就是英文说的没有一个太多的协调。那这就是我们想要进步的东西，就是来届的这个马六甲州选也好，还是全国大选都好，我们需要把整个东西给包装到更好，我们要 tighten it, wrap it up better， 然后就是把这个信息给传达出去的时候都是一致的，都是大家就选民能够看到它的关联性，而不是像现在有点太散。OK，好，因为现在我们马来西亚的选举制度底下呢，其实多角战，其实往往都是对于这些老牌的政党是比较有利的嘛，所以在接下来的选举，比如说你刚才讲的马六甲，或者是接下来的全国大选，同心党要怎么样子向选民证明说你们的存在不是只是来分散改革派的力量，而是真正有能力来打破现有的政治僵局。问得非常好，其实这一点我们也在下苦功，我们在下非常非常的功夫要去想。我们本身有这个
这个调研机构吧，这个调查机构就帮我们去做 regular polling， 就去收集资料，然后收集数据，然后看一下现在选民的这个趋向在哪里，然后他们愿不愿意去投给第三势力。我们暂时能够看到，就是说，就依据我们最新的这个数据呢，是说到有23%就是跨种族啦，然后在大概百多个国席里面，忘了多少120%到130%的这个国席里面，是有20%的平均。20%的选民其实是还没有下决定他们是要投谁。就当时这个问卷是有讲到，你有几个选项，就是国阵，然后这个西盟，然后还有国盟，然后还有第三势力，包括 Bersama 在内的第三势力，然后还有 Others 或者是 Undecided。有23%其实是高于其他党所得到的这个票，也就是说，他们其实还没有选好到底要投谁。那这一方面就在这一23%里面，就是我们要专攻的人，我们不想要花太多时间去说服就铁票。就有一些已经是你懂，你就算是放一个阿狗阿猫，他都会投那个，因为他是来自一个政党的阿狗阿猫。我们不想浪费太多的时间去说服这些人。我们想要说服就是中间的选民，就是还没有 make up their mind， 但是 they are open。我们想要 target 这一部分的人。我们觉得我们在making good inroads, making good progress， 我们需要点时间，但是我觉得只要我们能够把整个信息带出来，包装得更好的话，其实是可以打动进他们的这个选民的心中。而且还有要给那个例子，就是说在这个柔佛州选，其实我觉得有很多就蛮亮眼、蛮新奇的一个这个宣传手法，就是我们做的这个in real life IRL， 就可能如果大家就是 Gen Z 可能有关注到这个 I Show Speed 的这个网红。我们也非常创新，我觉得暂时没有一个其他政党有做的这个东西。然后我们在这个上一届的这个州选柔佛州选的时候，尝试了做 I Show Rough， 就是基本上由我们这个同心党的这个其中一个领袖去做这个 in real life 的感觉，就是做 live stream， 就能够很真实的去把候选人不止候选人，但是就是党领袖和人民的这个接触，然后turun padang 去看到民生的这个问题，给好好的播出来。因为很多时候如果你说其他政党也好，还是现有这个政治宣传，很多时候都是经过很多剪辑啊，然后才播出来，所以你不能完全看到它最真实的那一面。但是 in real life 就是 live streaming， 你完全造不了假。你的这个 reaction， 你这个任何的这个反应是完全是被放大来看，所以这也是我们在尝试在创新的东西。对，确实，现在我看到很多这个比较进步或比较成熟的民主国家，他们在竞选期间呢，有很多的直播生态，其实确实是能够为一个国家政治带来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气象的。那其实今天跟你坐在这边聊天，我觉得很开心的就是，毕竟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呢，我看到很多同温层的朋友对国家感到失望，纷纷的想要出走啊。有些有能力的人很多在办移民啊，或者是觉得说，哎呀，这个国家是不可能改变的可能走才是唯一的途径。但是今天看到你一个本来在新加坡工作的人，然后愿意回来马来西亚参与政治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带给我们一些启发。对于这些可能想要离开或者已经觉得非常失望觉得说这个国家不能改变的朋友，其实今天在节目最后有什么样子的话想对这群朋友说吗？我只能说，当然我非常明白为什么你们要出走，很多时候就是经济考量啊，还有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你觉得这个国家没有希望。但是我就想借用我这个机会，其实我的这个辞去我新加坡工作回来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我们党里面还有其他人也是在陆续的在辞职，都分身想投入进这个 movement 这个东西里面。我觉得还是得keep up your hope， 就是不要失望。我觉得当你失望的时候，你完全彻底的把任何改革的机会都给抹掉了。至少给自己一个机会，给国家一个机会。如果你觉得你可以帮忙的话，你可以 reach out。我觉得大家，我本身也是过来人，我从13年就政治启蒙到现在，我也是经历过那一种18年的兴奋，然后到低潮，然后到22年的兴奋，然后又到现在的低潮。我也是经历过你们所经历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尤其年轻人一定要有理想，
一定要有情怀，一定要关心国家。对，虽然可能国家可能有对你不公，但是你要把那个不公化为力量，要用你自己的这个改变呢，去给更多没有声音的人一个声音。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觉得尤其那种非常失望的不要失望 ，be the change you want to see。然后你要想一下，你有条件你可以考虑移民，但是有很多没有条件的人，你的同胞们，无论是华人、马来人都好，他们需要面临这些种种的问题。想一下他们，然后看你可不可以借用你的声音，借用你这个改变，去给他们一个更好的声音。那是我们Bersama想要做到的东西，那也是为什么我会投入进这整个运动吧。好，今天非常感谢Bersama的中文发言人之一陈达祖，那他也是一位经济学者，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我相信他在最后的这一段的谈话呢，或许也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的灵感，给我们带来一些的启发。那对于今天的整集节目我们的讨论，你有什么样子的看法呢？都欢迎大家可以在下面来留言，然后跟我们来进行互动。不要忘记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就会看到我们所有最新的影片。今天再次谢谢您在节目当中，谢谢你，感谢你，谢谢。